风月情浓，河天上怀日，寂寥世事千女中，世事千女中。因此生应出之，怀今岛屿的红楼梦。老太太这些年怎么记得这样清楚？说是哪一箱什么匣子里装着，我按照老太太的话一拿就拿出来了。你过来，我给你一件东西瞧瞧。这块玉是我祖爷爷给老太爷传给我的。那时我还小，也不当个什么。我到这里见咱们家的东西也多，这算得什么？从没带过。这一撂啊，撂了60多年了。你喜欢，我传给你。这玉是汉时所配的东西，很贵重。你拿着，就像见了我一样。谢老祖宗，我去拿给太太瞧瞧。太太瞧了，告诉老爷，又说疼儿子不如疼孙子。自贾母将祖传玉珏传于宝玉，2日不再进饮食，胸口仍是结闷，头晕目眩，卧病在床。贾政四处寻医问药，一连3日，病情不见消减，何府上下甚为焦急。且说贾母病时，何宅女眷无日不来请安。连园中栊翠庵的妙玉师傅知道老太太病了，也特来请安。你是个女菩萨，你瞧瞧我这病，是好得了，好不了了。老太太这样慈善的人，寿数正有呢。一时感冒，吃几天药，想来也就好了。有年纪的人，只要宽心些。我倒不为这些，我是极爱寻快乐的。如今这病也不觉怎样，只是胸膈闷缺。大夫刚才说是气恼所致，你是知道的，谁敢给我气手？
这不是那大夫卖礼平常吗？贾母的病日重一日，严医调治不效，以后又添腹泻，贾政着急，知病难医，即命人到衙门告假，日夜同王夫人亲试汤药。一日见贾母略进些饮食，心里稍宽。你去看看。我是陪二姑娘到孙家的人。哦，你来做什么？我都来了半日了，也找不着一个姐姐们，可是我又不敢冒撞，我这心里头急呀。急什么？又是姑爷作践姑娘不成？是姑娘不好了，前儿啊闹了一场，哭了一夜，昨儿痰给堵着了，他们也不去请大夫，今儿更厉害了。老太太正病着呢。是，带她到外头去说。快走。二太太，老太太叫呢。姨丫头要死了啊？没有，婆子们不知轻重，说是这2日有些病，恐不能救好，到这里来问大夫。叫我的大夫就好，快请了去。哎，快去。我有3个孙女儿，一个享尽了福死了，3丫头远嫁，不得见面，一丫头虽苦，或者熬出来。不大2她年轻轻的就要死了，留着我这么大年纪的人，活着做什么？太太。什么事？才刚外头打发人传话进来，二姑奶奶没了。可怜一位如花似月之女，结离年余，不料被孙家揉搓，以致身亡。恐怕老太太又致贾母病毒，众人不便离开，竟容孙家草草完结。打发到史大姑娘家的人来回话说，他们到了那里，告诉说老太太想史姑娘，不想史姑娘哭得了不得，说是姑爷得了暴病，大夫都瞧了，说这病只怕不能好，若变了个痨病，还可挨过4、5年，所以史姑娘心里着急，又知道老太太病，只是不能过来请安，还叫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。倘或老太太问起，务必变个法儿回老太太才好。啊，你们下去吧。莲儿，你瞧不太好了，你快去叫人分头办去。头一件事儿是把板子请出来瞧瞧，好挂里子。是老爷。
快！你只怕是养不住了。老太太的事儿，恐今门就要出来了，你还拖得过吗？快叫人将屋子收拾收拾，就该扎着上去了。若出了事儿，你我还能回来吗？有什么可收拾的？就这点子东西，还怕什么？你先过去，让老爷叫你，我换件衣裳就来。快点！贾琏先回到贾母房里，向贾政回道：诸事已交判明白了，外面又报太医进来，又诊了一回，告诉贾政，老太太的脉气不好。王夫人急忙使眼色叫鸳鸯过来，叫他把老太太的装裹衣服预备出来，鸳鸯自去料理。口渴了啊！不要这个，茶喝。倒杯茶。我到了，你们家又是多年，多年前的时候，到老了，我也想家。虽说这2年家里有些灾祸，好歹成了过去。我不去见祖宗，也不是为丢人。家里的儿孙，你们老爷亲也都是好的。以后咱们家怎么样，就看你们的造化。熬夜就是他的结果。我的儿，你要争气才回家再结一个长死菜，我就安心了。兰儿在哪儿？老祖宗，你母亲是要孝顺的。你将来成了人，也就
叫你母亲凤姑，凤姑，凤呀，凤，我在这儿，老祖宗。我的儿，你是太聪明了。将来修修福吧。也没有什么修什么，然后平时吃亏。我也没有修什么，只是心里吃亏。那些那些吃斋念佛的事也不大干。我是叫你叫人写了，就是救你叫人写了《金刚经》，送人，不知道送完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早该试上完了才好。我们大老爷和珍儿是外头乐了。最可恶的是，石大姑娘没良心，总不来瞧我。老祖宗，快把金香找回来！孝棚高起，上下人等登时成佛。主上念及世代功勋，
又系元妃祖母，赏银1000两，与礼部主祭。贾赦不在，贾政为朝，率众守灵。内里一时无人支持，于是便派了王熙凤。凤姐先仗着自己才干，打量必有一番作用，自然应承。就这些了。回奶奶，统共有男仆21人，女仆有19人，其余连各房算上，共有30多人。状子上呢？还有几个？我去看看。彩萍，走，走了，走了，快走。不付差钱呐！我给二奶奶磕个头，虽说府中不行礼，但是这个头我是一定要磕的。哎呀，这是什么礼呀？有话好好说，快站起来！哎呀，快起来！老太太的事，一应内外都是二爷和二奶奶办，这种银子也是老太太留下的呀。老太太这一辈子也没有遭到过什么银钱，如今临了这件大事，必得求二奶奶体体面面的办一办才好。我方才听老爷说，老太太的丧事只求悲切才是真孝，不必迷飞图好看的念头。我想，像老太太这样的人，怎么不该体面些？我虽是个奴才丫头，我敢说什么？我知道二奶奶是办大事的人，故此求二奶奶做个主。我生是老太太的人，老太太死了，我也是要跟她去的。倘若瞧不见老太太丧事是怎么办？我将来怎么去见老太太呀？快起来！你放心，要体面是不难的。况且，老爷虽说要省，那事办也错不得。就算拿这小银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，那也是该当的。老太太的遗言说，家里剩下的东西都是留给我们的，倘若二奶奶用这不够，只管拿去折变补上。就是老爷说什么，也不敢违老太太的遗言呀。再说，那天老太太分派的时候，老爷不也是在场听见了吗？你素来是最明白的，怎么这会子也这样着急起来了？不是我着急，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儿的，老爷又是怕招摇的。若是二奶奶的心里也是老爷的想头，说是抄过家的人，丧事还办得这么好，将来又怕抄起家来，也就不顾老太太了。怎么处？在我呢，是个丫头，好歹碍不着，到底是这里的声名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只放心，有我呢。那就多谢二奶奶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我走了，二奶奶，多谢了，多谢了。鸳鸯这东西好古怪，也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。如今不要管他了，且按咱们家先前的样子办去吧。姑娘，给。找我做什么？你在里头照应这些就是了。横竖做主的是咱们二老爷，他说怎样咱们就怎样。你怎么也说起这样的话来了？可不是
鸳鸯说的话应验了吗？什么鸳鸯的话？鸳鸯听见说老爷不肯给老太太丧事办得好看些，才来哭着求二奶奶的。他们的话算什么？刚才二老爷叫我去，说老太太的事儿，故要认真办理。老太太这种银子用不了，谁还要吗？仍旧该用在老太太身上。老太太是在南边的坟地虽有，阴宅却没有。老太太就是要归到南边去的，留着这些银子，在祖坟上盖起些房屋来，再余下的只买几顷祭田。我们回去也好，就是不回去也好，叫那些贫困族中住着，也好按时按节早晚上香，时常祭扫祭扫。你想，这些话可不是正经主意。可是银子呢？银子都发出来了。银子，哼，谁见过银子？现在外头棚杠上要值几百两银子，这回子还没有发出来。我要去，都说有，先叫外头办完了回来再算。这还办什么呀？大太太的话问二奶奶，今儿都第3天了，里头还很乱，供了饭还叫亲戚们等着嘛。叫了半天，来了菜，短了饭，这是什么办事儿的道理？快去吧，赶快去看看。给两位太太请安。人家虽说不济，外头的体面是要的。这2、3日人来人往的，我瞧着他们都照应不到。想是你没吩咐，你还得替我们操点心才好。这银钱是外头管的，不凑手也是有的。按理该是我们做媳妇儿的操心，本不是孙子媳妇儿的事，但是我们动不得身，所以托你的。你是打不得撒手的。这里有我们的，你快去外面料理明天的事儿吧。凤姐这回子完全明白了，都说给了份力，她横竖见不到，真正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不传饭？传饭是容易的，只要将里面的东西发出来，我们才好照管去。就是糊涂东西，派定了你们，少不得有的。只见已是日渐平息了，凤姐只得又找了鸳鸯，说要老太太存的这一份家伙。二奶奶，就是来说一声，老太太存的那份东西在哪里收着呢？你如何来问我？那年二爷当的当，你赎回来了吗？不要金的银的，只要那份平常使的。怪道，如今大太太、甄大奶奶屋里使的是哪里来的？是了，竟是我糊涂了。他头里做事何等的爽利周到，如今怎么掣肘的这个样了？我看这2、3天连一点头脑都没有，不是老太太白疼他了吗？鸳鸯哪里知道，贾政是拘泥的人，有事便说请大奶奶的主意。邢夫人素知凤姐手脚大，贾琏的闹鬼，
所以死拿住不放。秀才那么风光的一个人，怎么却没有给你体体面面的办一场？你别埋怨我啊！鸳鸯知道已将这项银两交了出去了，故见凤姐掣肘如此，便以为不肯用心，便在贾母灵前唠唠叨叨，哭个不了。大娘、婶子们，你们可怜我吧，我上头挨了好些说，为的是你们不起解，叫人笑话。如今你们都豁出些辛苦来吧。奶奶办事儿不是今儿个一遭了，我们敢违拗吗？是啊，只是这回的事儿上头过于累赘，只说打发这顿饭吧，有的在这儿吃，有的想在家里吃。请了这位太太，又是那位奶奶不来，还求奶奶劝劝姑娘们少挑剔就好了。头一层，老太太的丫头们是难缠的，太太们的也难说话，这叫我说谁去呢？从前奶奶在东府里还是主事儿，要打要骂，怎么这样锋利，谁敢不依？如今这些姑娘们都压不住了。东府里的事儿虽说是托办的，太太虽在那里，也不好意思说什么。如今是咱们自己的事儿，又是关中的，人人说的话呀。再者，这外头的银钱也叫不灵。老太太这些银子不是在二爷手里吗？对，没错。你们回来问管事的便知道了。怨不得我们听见外面男人抱怨说，这么件大事儿，咱们一点摸不着，尽当苦差，这叫人怎么起心呢？是啊，这叫人怎么起心呢？好了好了，怎么能起心？好大娘们，你们且帮我一天，等我把姑娘们的事儿闹明白了，再说罢了。虽说僧经道忏，上界挂账，络绎不绝，终是银钱吝啬，不过草草了事。连日王妃诰命也来得少了，老爷一味的尽孝，庶务上头不大明白。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，余者更不必说了。独有李纨瞧出凤姐的苦处，也不敢替她说话。可怜凤丫头闹了几年，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，只怕保不住脸了。快，都准备好了吧？老爷们的东西，快给他们送过去吧。手脚麻利点，你们也别浪着，误了时辰，谁也担不起这责任。还有，太太们的东西都送过去，姑娘们的东西可得仔细着点啊，平着端，来，当心点。后院丝瓜汤做了没有啊？做了，赶紧端过去啊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都什么时辰了，还只顾着说话？快走，快走！你们不都应了我吗？这不是害我被骂吗？凤姐一肚子的委屈，愈想愈气，直到天亮又得上去，要把各处的人整理整理，发一回急，央及一会儿，糊弄过了一气儿，又打发一气儿，怎奈邢夫人挑唆。这些丫头们见邢夫人等不住着凤姐的威风，更加作践起她来。哟，二奶奶呀，难怪大太太说里头人多，照应不过来，原来你躲这儿受用呢。哼。快来人啊！奶奶，奶奶，
老爷，二位太太，媳妇儿刚才吐血不止，已将扶回家去，或将再派个人去讨太太们示下。哼，如今推着有病，倒越发趁势躲了，叫他歇着吧。也罢，也不用派人了，好歹今晚辞了灵，明日送出去，便让他在家里看家也是一样的。是。到2经多天远客去后，便预备辞灵。校墓内的女眷，大家都哭了一阵，上上下下也有100余人，只鸳鸯不在。众人忙乱之时，谁去检点？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哭奠之时，仍不见鸳鸯。想来是他哭乏了，暂在别处歇着，也不言语。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辈子，身子也没个着落。如今大老爷虽不在家，大太太这样的行为，我也瞧不上。老爷是不管事儿的人，以后便乱世为王起来了。我们这些人，不是叫他捉弄了吗？谁收在屋子里，谁配小子。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。你是谁？你怎么跟我一样的心？要死一块儿死！你是东府里的小荣大奶奶。我并非什么荣大奶奶，乃景焕之妹，可卿是也。是了，你是来叫我来了，想叫我个死法。我跟你去。小荣大奶奶，等等我！小荣大奶奶，等等我呀！太虚幻境痴情一丝，竟无人掌管。今景焕仙子已经将你捕入，命我来引你前去的。我是个最无情的，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？你我这个情，正是未发之情，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，欲待发泄出来，这情就不为真情了。倒有这样志气。贾政王夫人急传了鸳鸯的嫂子进来，叫她看着入殓，遂与邢夫人商量了，念她替咱们服侍老太太西去，做殉葬的人不可做丫头论，跟着老太太的病送出，也停在老太太棺后，全了她的心志。到了晨初发乙，贾政居长，摔麻哭泣，即尽孝子之礼。灵柩出了门，便有各家的路迹，一路上的风光不必细数。走了半日，来至铁槛寺安灵。且说家中林之孝带领拆了棚，将门窗上好，派了巡经的人到晚打更上夜。1、2经3门掩上，男人便进不去了。
里头只有女人们插眼。家中所有孝男等俱应在庙伴宿，只留凤姐、惜春看家。这天傍晚，妙玉想惜春寂寞，便来瞧她一瞧。刚才听见外面喧闹，也不知是何人在聒噪。四姑娘为何不点灯呢？四姑娘看来气色不好。这2天府中人都去了老太太那里，这边却也清静得紧。知道四姑娘寂寞，如今这园子里的人越来越少，所以过来照应一下。在家看家，也只好熬个几夜。但是二奶奶病着，一个人又闷又是害怕，能有一个人在这里，我就放心。如今这里头一个男人也没有。今儿你季光将肯伴我一宵，咱们下棋说话，可使得吗？这可怎生使得？这也甚好。你去把我的茶具熨褥取来，今晚我就在这儿陪着姑娘。你去开了上年捐的雨水，预备好茶，我去点香。是。不想一伙贼人听闻老太太虽死，还留了好些金银，都在老太太屋里搁着，等送了病回来分。如今家里人都送病去了，只剩下几个女人，便在4更时分潜入贾府。再来，我到5更去打坐一回。我陪你。我自有人服侍，你且自去歇息吧。围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牵，冤冤相报，是非
一句话，节前定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金鸟投林，落了片